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扮永久古装引热议，新剧造型演技遭吐槽，转型之路在何方？都说人靠衣裳马靠鞍，在娱乐圈明星的造型更是重中之重。可有一位当红男演员，不知道为什么拍了好几部戏都是一个古装发型，说的就是诚意，演来演去感觉就是那几个造型，不知道的以为是固定模板呢。真是求求他赶紧换个造型吧，真的都要看串戏了，求求换个发型。诚意这扮永久发型的问题的，从他拍《沉香如屑》那会儿说起。3-7分的斜刘海，再配上假发片，巧妙修饰脸型的同时，还能展现他特有的那种忧郁破碎感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合适，反正这个扮永久枯发造型被用到了他接下来的几乎所有古装剧里。不信就仔细看看他这几年拍的古装，甚至包括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的预告，那发型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头顶那2片厚厚的刘海，看得大家都要审美疲劳了。必须的实话实说，诚意的脸型和五官不算特别惊艳那种，原本要是造型多变一点，说不定能展现出不同的魅力。可他偏偏就认准了这一套，导致大家看久了，真的就看够了，甚至都有点容易串戏。就说他这次《富山海》里演的萧秋水，人家本来是那种要成为大侠的少年英雄，的是意气风发、侠气逼人的。结果他那瘦瘦的身板、窄窄的肩膀，再配上那扮永久的造型，看起来还是一股病弱感，和角色定位完全不搭，这就让人挺出戏的。而且他不变的不单单是造型，连演戏的路子也差不多，从雨丝凤到李莲花，他确实把美强惨这种人设演活了。但是这招好使也不代表能一直用，不然就是新鲜感一过，观众就容易觉得他演什么都一个样。更让大家伙替他着急的是他那含糊不清的台词，好多人说他说话声音虚弱，吐字不清楚，嘴巴张得特别小。这年头观众对演员的演技要求越来越高，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有强大气场和爆发力的男频大男主剧里，台词功底不硬，可就是致命伤。新剧备受吐槽。其实新剧这次差评那么多，也不能全赖他一个人，这部戏真可以说是集齐了内娱所有大制作烂片的元素。这剧开播前特别风光，号称双平台 S+ 大剧，有莲花楼的金牌班底加持，预约人数突破1000万，光前10集就塞了130个广告。大家都以为这部戏肯定比莲花楼还火，结果开播3天就收获了一大堆的差评。他非要搞什么新概念武侠，把川叔、咸鱼人设这些现代梗硬往古装武侠里塞，结果搞得不伦不类四不像。而且虽然号称是 S+ 的大投资，结果很多外景戏都拍出了明显的抠图感，服装道具也感觉是从哪家批发市场进来的。最让观众觉得生气的是9月15日晚，有观众发现萧秋水在念台词的时候，右手竟然捏着一份剧本，而且上面还有蓝色的荧光笔划线的痕迹。网友都质疑，这画面都被剪辑了出来，这么低级的失误，就问这剧组是多不用心。之前还有抠图、动动斜穿帮这些槽点，这剧也太粗制滥造了。关键是剧本剧情也是一塌糊涂，莲花楼能塑造出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，富山海里几乎没有一个能让人记住的，男主都像个推进剧情的工具人。故事一开始，3个陌生人一眨眼就成了男主的好兄弟，中间一点认识交好的过程都没有，观众根本没办法投入感情。像剧里有个叫唐柔的朋友死了，按说男主是穿书者，明知道结局却无力改变，本该是悲剧性十足。可因为前面大家对这个角色都没什么感情铺垫，
他死了，观众也没什么感觉，完全无法共情。更别提程毅之前面对批评的回应了，他居然说观众不能看剧的中途去吃饭、洗菜，还说要是断断续续的看，不如就别观看了。他这是直接把锅甩给了没认真看剧的观众，简直是火上浇油，让人觉得他态度傲慢，根本没反思自己和作品的问题。这下子口碑更是雪上加霜，彻底崩盘了。他的转型路在何方？这部剧的崩盘对程毅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，也把他一下子推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。是继续在舒适圈里待着，还是该考虑转型了？其实他这几年一直想告别古偶小生的标签，往男频大男主方向去闯。看他在《沉香如屑》之后接的作品，大部分都是这种武侠权谋剧，但这条男频大男主的路可不好走。现在内娱多少流量小生都想转型硬汉，但真正能站稳脚跟的没几个，竞争激烈的要命。他在莲花楼之后本来是有优势的，有基础粉丝，也有高口碑代表作，证明他能演好复杂角色。可这次的失败却把他的局限性暴露无遗。男频大男主需要的气场通常更强、更外放，而他目前这种偶像化、模式化的演技还达不到境界。如果剧本不够给力，制作又跟不上，他的表演模式就容易显得单薄、格格不入。再加上台词功底不足，在那些强调力量感和气势的男频剧里，就很容易被观众挑刺。现在他还有几部待播剧，那真是他未来的生死牌了。如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王权富贵也是个美强惨的角色，人设上跟他还挺搭。但目前看造型，又是一套刘海白发长袍的经典配置，这到底是新的突破，还是继续加固他的固有形象，就很难说了。其实内娱一年能出一部《莲花楼》就谢天谢地了，不可能年年都有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好事。他既然已经上桌吃饭了，就更要懂得珍惜。希望他能真正放下那些偶像包袱，别继续在舒适圈原地踏步了。现在不前进就等于后退，好好去磨练台词，认真挑选剧本，拿出真本事来，给观众一个惊喜。不然这流量可是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想要长红还得靠实力说话。在娱乐圈，光有爆款和流量是远远不够的。程毅之前风光无限，现在却因为模式化和作品质量问题，被质疑是不是戏混子。大家眼睛是雪亮的，观众愿意买单，是因为看到了真诚和进步。如果总是抱着老样子不改变，最终只会让大家对他的期待越来越低。